大家好，我是 Roti John，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是我近期非常期待的一只 GPS 手表，那就是Suunto Race 2。首先要非常感谢Suunto Malaysia 提供了这只手表给我测试使用。讲真的，这一只手表我已经测试了1个月左右，从我的 Kuching Marathon 再到我的 KLSCM 到现在都一直在使用它，所以今天的开箱测评影片呢，我会以一个跑者的角度去分享这一只手表到底有什么新的升级，还有就是我也会对比我之前所戴过的 Suunto Race S 和 Suunto Run， 到底这3只手表跑者们应该怎样选择呢？那回到上个月，当时这一只手表还没有发布的时候，Suunto Malaysia 就马上安排了一只 Suunto Race 2给我去测试使用，让我有机会成为首批测试使用这一只手表的人。当时我一拿到这只手表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充电，直接带去跑了。因为之前我是用 Suunto Race S 跟 Suunto Run 的，然后这2只手表其实我对他们的印象是蛮不错的，但它有几个点呢，就是让我又爱又恨。那第一就是它的心率有时会飘，然后再来就是电池续航对我来说也是不是很怎么够用，毕竟我的周跑量是大概在80到100公里左右，每周大概用8到10个小时的 GPS， 所以这2只手表的电池续航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短，我就需要每5天到7天我就要充一次电。然后这一次 Suunto Race 2呢，正是在这些方面呢做了全面的改善，而且还加了更亮的 AMOLED Screen， 升级了心率模组，还有电池续航呢也提升了。当时我就想，哇，刚好就是 KLSCM 要来了，可以派上用场，然后可以看看它的心率的表现跟 GPS 的表现。那首先我们就来开箱这一只 Suunto Race 2， 包装跟以往一样，都是走那种北欧的简约风格。然后这个就是 Suunto Run 的盒子，然后这个就是 Suunto Race S 的盒子。所以它的风格呢，讲真呢是跟之前非常相似的。然后它的盒子就是非常有质感。然后我们就来打开这个盒子。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包装里面有一个Suunto的黑色盒子，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黑色盒子。一打开这个黑色盒子，就可以清楚看见今天的主角就是 Suunto Race 2这个手表的本体。然后除了这个 Race 2的本体以外呢，这里还有它的说明书啊、warranty 卡啦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在里面。这一次它的这个充电线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它的那个材质是尼龙材质，跟之前我的 Suunto Race S 跟 Suunto Run 的充电线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基本上这3个的充电头哦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 Suunto Run 的去 charge Suunto Race S， 然后也不能用 Suunto Race S 的去 charge Suunto Race 2， 所以这3个的充电头呢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的充电头呢，它也是磁吸的，就是可以吸上去，跟 Suunto Run 跟 Suunto Race S 是一样的，是磁吸的。然后它的磁吸也是蛮稳一下。再来就是这一次我拿到的这个 Suunto Race 2呢，它是不锈钢版本，也就是 Stainless Steel， 售价是马币2499。如果你要更加轻、更加 Premium 的 Material 的话，它还有一个钛金版，也就是 Titanium， 那个你就要加多500块，售价是2999。那就要看你的预算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可是Suunto最近还推出了一个更加高阶的 GPS 手表，那就是 Suunto Vertical 2， 那一个还有 built-in 的 flashlight。如果下次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开箱那一只最新的Suunto GPS 手表。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来谈这一个Suunto Race 2。其实它整体的外观呢，延续了Suunto家族的简约式风格，49mm 的表壳，加上22mm 的快拆表带，也就是 Quick Release。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表带呢，可以跟Suunto Race S、Suunto Run 通用的，或者是其他的22mm 的 Quick Release 的表带都可以。这一次我拿到的Suunto Race 2的表带呢，它的颜色是 Coral Orange， 是橙色的，看起来非常漂亮这个颜色，然后非常有运动风格。可是呢，这个表带呢，刚开始用的时候呢，我觉得会有一点难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这里有洞孔，然后它这一个呢是一个冰这样的，当你在兜进去的时候啊，它是有一点难穿过去，所以因为这个洞孔还行嘛，所以它就会可能比较小一点，所以你就要比较用力按它才能 lock 住。这一次呢，Suunto Race 2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第一就是它的屏幕呢就更加大了，从上一代的 1.43 英寸到现在的 1.5 英寸。然后虽然它是49mm 同样的表壳，
可是它的边框呢，它的 screen 的边框呢就更加的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screen 更加的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机身呢更加薄了，然后戴起来更加的贴手。还有就是它的荧幕的亮度呢升级到了2000 nit， 所以你在阳光底下呢，它的清晰度呢明显更加好。然后这一次也利用了 LTPO 的技术，也就是让手表可以更加的省电。还有就是这个순도 Race 2的镜面呢，它是采用了 Sapphire Crystal 的材质，所以它更加的耐刮。所以你在越野的时候啊，在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滑。然后第一次戴上手的感觉呢，就是哇，这只手表明显有一点atas啊。然后上一代的 Race 呢，虽然也不错，可是它的手表呢就比较厚。然后 Race 2呢，它的荧幕呢，就是有边到边的那个 AMOLED， 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好，我们就直接来讲重点。Race 2的升级，第一就是更大的屏幕，更加顺的系统。那这一块1.5英寸的 AMOLED screen 呢，不仅更加亮，滑起来也更加的顺。让以前的순도 Race 第一代的时候呢，滑起来是会有一点点卡卡的感觉，尤其是在用 offline map 的时候，差异就会更加的大。新的순도 Race 2的 CPU processor 呢，也一样升级了，操作更加的流畅，几乎没有任何的 lag。尤其是在切换你的 menu 的时候，或者是训练模式的时候，或者是在使用 offline map 的时候呢，完全是非常的流畅，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感受，不会用到很 big tick。然后，而且我跑步的时候，一页就可以看完7个运动数据。那这样的话，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不用 switch 你的 screen， 你一个 screen 你就可以看完全部的运动数据。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心率模组呢升级了。官方说这新的心率模组呢是经过重新的调教，也就是在手腕上识别你的心率呢更加的快，更加的精准。对比我之前的순도 Race S 和순도 Run的心率传感器呢，可以直接发现它的不一样。你会发现更加多的 sensor 在它的心率模组里面。在我的实测下来呢，不管是在训练的时候，或者是在赛事的时候呢，心率确实非常的稳定，也没有任何的心率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啦，因为我在做训练的时候，我是常常以我的心率来调整自己的配速，因为心率呢是直接反映了你身体现在的状态，所以拥有更加精准的心率对我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呢，你就可以掌握你的运动的强度。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分析你的体能的水平、训练的负荷，像是睡眠的质量、HRV 等等，为了你的训练呢，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分析。第三呢，就是它的 GPS 更加稳定、更加快的定位。而且这一次依然是用了双屏 Dual Band 的 GPS， 我发现它的信号的锁定的速度呢，其实快了不少。从 start 你的 activity 到定位，基本上大概5秒钟你就可以搞定。在吉隆坡市区跑步的 GPS 路线其实也非常的好，也几乎是没有跳点啊。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穿순도 Race 2，然后在 KLSCM 的 GPS 表现。从远处看呢，基本上是非常精准的。让我们再拉近来看，我们拉近了过后，直接来到收购的这个起跑点，然后红色的线条呢，就是我 GPS track 到的定位，然后就一路往Chalkhead的方向前进。基本上你可以看见 GPS 的 data 呢是 track 到蛮精准的，在这个 Chalkhead 的方向。四周围的建筑物呢是大概3层楼、4层楼高，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到 Pavilion 那一块，因为那一块呢就有很多的高楼，尤其像是 Berjaya Times Square 前面这个路段呢，上面还有一个 Monorail Station，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Times Square 的高楼。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看见순도 Race 2呢有偏离少少在这个 GPS 数据。我觉得这个 GPS 数据呢会有偏离少少呢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上面就是 Monorail Train Station， 然后旁边就是 Berjaya Times Square 的高楼，所以是一定会有偏离少许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Arklay Highway 和 Duke Highway。基本上在 Highway 上面呢，GPS 是非常准确的，每一个点呢都可以 point 到正确，因为四周围呢就没有任何的高楼大厦，所以 GPS 非常的精准。然后我们再回到终点线，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在 BHP 的前面折返，然后再往上进到 Stadium 的入口。那整体来说，我非常满意这个순도 Race 2的 GPS 数据，大部分呢都能精准的点在图上。那只有少许在复杂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少许的偏差。第4点呢，这个手表的电池呢再次升级。순도的官方说，如果你是 daily mode 的话，不开 GPS， 你这一只手表充满电可以用18天。如果你是用 single band GPS 的话，你可以用65个小时。
如果你是用 Dual Band GPS 的话，你就可以用55个小时。这样长的续航时间呢，其实可以满足大多数的越野爱好者或者是超级马拉松的跑者。这样你跑100公里啊、200公里啊，你都不需要半途再充电。我自己本身实测下来呢，每一天带着跑步大概1个小时，然后监测我的睡眠啊。然后 daily 的 tracking 啊，电量呢大概是用了8% 一天。AMOLED screen 还能维持这种的续航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在我的 KLSCM 的这一场全马呢，我跑了3个小时22分。一共是消耗了大概6% 的电量，和官方给的数据呢，基本上是对得上的。因为他说，如果你是充满电的话，你用双屏 GPS， 你可以用55个小时，也就是说，你用1个小时大概是扣2%的电量。所以这一支Suunto Race 2的续航表现呢，跟同级竞争对手来比起来的话，它真的是好太多了。就因为这一点呢，我非常满意这一支Suunto Race 2。第5就是还有一个我自己本身蛮喜欢的新功能，那就是 Climb Guidance 爬坡指引。那这只手表呢，在你跑山的时候，或者是遇见上坡的时候，会自动显示这一段爬坡还有多远、有多高、坡度多少。在上坡的时候呢，荧幕就会显示红色的线条，然后你在下坡的时候呢，就会显示绿色的线条。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给你看见你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路况，让你预知你到底等下是还要上多少坡，还是下多少的坡。我觉得这个功能呢是非常适合那些喜欢登山啊、trail running 的朋友。像有时我本身会去 Bukit Kiara 跑一些 trail。那有这个 Climb Guidance 的话，我就会更加的了解等下我所要面对的这个山坡到底是有多长啊、多斜。不仅如此，这只手表里面呢也搭载了 Suunto Plus， 也就像一个 App Store 一样，可以给你的手表下载更加多专业的功能，满足你的需求。那讲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只手表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屏幕变大、变亮，更加漂亮。然后用的时候体验更加的顺，然后心率呢会更加的稳定，因为它的心率模组呢已经升级了。还有就是它的 GPS 在市区也是蛮稳定的。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呢已经提升了，然后我就不用很频繁的充电。然后现在我用这只手表基本上应该是10天到14天我才充一次电，所以是非常适合我了。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手表的小缺点呢，就是这一只 Suunto Race 2呢，比起的 Suunto Race S 跟 Suunto Run 呢，这一只手表因为它的手表的面积会比较大，所以它也比较重。如果你是不喜欢戴着很重的手表或者很大的手表的话， Suunto Race 2可能不是这么适合你。那整体的操作跟 User Experience 呢，还可以更好一些。毕竟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熟悉Suunto的 user experience 的话，或者是它的 user interface 的话，你可能第一次上手，你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到底这个手表要怎样操作。然后这一只Suunto Race 2呢，也没有像Suunto Run 的 offline music， 所以你不能直接 download 那个 music 进去这个手表，然后连接你的耳机。那Suunto Run 呢就有这个功能，而且这一只手表呢也会比上一代的Suunto Race 贵少少。在2499起，这一只Suunto Race 2跟Suunto Race S 和我的之前戴的Suunto Run 这3只手表呢，跑者们应该怎样选择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入门级跑者的话，刚开始接触跑步，想要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功能，不想花太多钱，想要有一个超轻量的运动手表的话，我觉得这一个Suunto Run 1199呢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啊，还有 offline music 哦。那如果你是进阶跑者，你接触跑步也有一段日子了，然后你也有跑过半马或是全马的经验，那你想要有更多的数据分析啊，像是Suunto Plus 的功能啊，提供你专业的数据分析，那Suunto Race S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价格呢是从1799起。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在寻找一个荧幕大、不介意重量的话，也拥有更加精准的心率监测和更加长的电池续航，或者是你的运动量呢，像我这样比较大的，然后有足够的预算，你可以不用考虑直接上这个Suunto Race 2，价格呢是2499起。那在这3款手表里面呢，我本身自己觉得最适合我的呢，就是这个Suunto Race 2，因为我1周使用 GPS 的次数呢是非常多的，1周7天，我的运动大概是6天，有1天是休息的。然后我的运动量呢就会比较大，所以需要拥有电池续航能力非常好的运动手表，像是这个Suunto Race 2，而且精准的心率监测呢，也对我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就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本身的身体状态，然后再做一些训练的调整。好啦，这一次的开箱影片呢就到这里啦，我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带着这个Suunto Race 2去训练，去参加年尾的几场比赛。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长期表现如何。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是 Roti John，我们下期见，拜拜。